西游记第61回，猪八戒助力拜魔王，孙行者三吊芭蕉扇。话说孙悟空骗走了芭蕉扇，这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牛魔王就赶了上来。牛魔王那本事了得，也和孙悟空一样，有着72般的变化。只见他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，跑过来要帮孙悟空拿扇子。这牛魔王变化实在是太逼真了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是没有看出来猪八戒是假的，于是就把扇子交给了他。牛魔王拿回扇子，立刻就现出原形，和孙悟空战作一团。两人你来我往，竟然从下午4点多一直打到了第2天的早晨。两人激战正酣之时，真正的猪八戒跑了过来，帮助孙悟空作战。这猪猪和猴猴一起来打牛牛，却也只能勉强打个平手。后来玉面公主带来了自己的小喽啰前来帮助牛魔王，在这群小妖怪的帮助下，牛魔王竟然吓跑了孙悟空和猪八戒，得胜归洞。这齐天大圣孙悟空怎么可能接受失败的下场呢？他来到了魔云洞，继续要找牛魔王来单挑。两人抖擞精神，重新来战。交战不久就上演了一出紧张刺激的变形追车记。牛魔王变成了天鹅要飞走，孙悟空呢就变成了海东星来啃着天鹅，牛魔王就立刻变成了黄莺来反咬，孙悟空就变成乌凤来追黄莺。牛魔王继续变成了白鹤向南飞走，孙悟空就立即变成了丹凤长啸一声。此时牛魔王赶紧就变成一只香樟来到地面上，孙悟空呢则变成一只恶虎来吃着香樟。牛魔王此时慌了手脚，赶忙变成了一只金钱花般的大豹子来反咬猛虎。孙悟空呢则把头一晃，变成了一只金眼狻猊来吃着金钱豹。牛魔王一着急，就变成了一只人熊来和俊尼搏斗。孙悟空打了个滚儿，就变成了一只赖象，用象鼻子要卷着人熊。此时牛魔王则嘻嘻一笑，变成了一只800丈高的大白牛。孙悟空见了也现出原形，喊了一声长，就变成了1万丈那么高。两个巨人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打了起来。这两人打斗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，不一会儿孙悟空的帮手就越来越多。只见西方的4大金刚泼法金刚、圣智金刚、大力金刚和永驻金刚纷纷前来助战，而来自东方的托塔李天王、哪吒3太子也带着天兵天将将牛魔王围作一团。最后牛魔王被托塔天王用照妖镜照的是动弹不得，只能束手就擒，被带到西方佛地收缴了起来。牛魔王被抓住了，铁扇公主也就没了靠山，只能乖乖地把芭蕉扇交了出来。而且他还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原来用这芭蕉扇冲着火焰山扇3下，就能让火焰山熄灭1年，而连扇749下，则能永久地熄灭这火焰山。孙悟空听完了这个，连忙挥舞起芭蕉扇，呼啦呼啦的连扇49下，果真就把这火焰山给吹灭了。从此火焰山地区的人们身体清凉，足下滋润。到此牛魔王的故事就终于结束了。细心的你估计已经发现了，牛魔王的能力和孙悟空的能力是一模一样，同样都会72变。而牛魔王的兵器叫混铁棍，也是根棍法，而最终的结果也是在天宫和佛教的联军下被抓捕的。这为啥猴猴和牛牛这么像呢？其实在道教当中，猴子代表的是心，控制自己的想法就是控制心源；而在禅宗的体系中呢，牛则代表心性佛性。大名鼎鼎的木牛图就是讲如何控制内心的。这猴子和牛看起来还有相通之处呢。这猴子牛都这么厉害，也就说明人的内心真是难以控制话说牛魔王之后，还有谁在前路上等着孙悟空他们呢？咱们下回分解。